这个神秘人真狂妄，他来到一处武馆踢盘，不待对方问话，便随手扔出一个布袋，只见上面赫然写着8个大字：专一坏功夫，整修烂拳脚。武馆弟子不堪受辱，大骂狂徒，愤怒间要将他大卸8块。但神秘人武艺高强，他以一敌多，却由闲庭信步，悠悠然就将所有人放倒。神秘人打完离开，又看到万天行师徒4人在摆地摊，挂着通臂门第3代传人的招牌，摊子不大，名头倒是不小。神秘人立马上前警告他们，快点收拾烂摊子，给我滚！3个徒弟见他存心找茬，心想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这么嚣张卡，忍不住就要和他动手。结果3个人联手也没有占到半点便宜，反而被教训得鼻青脸肿。万师傅见徒弟无故被打成了猪头，决定出手讨个说法。怕行走江湖多年，还从未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，但毕竟技不如人，虽然比几个徒弟强上一点，但几招过后还是被神秘人打翻在地。万天行在徒弟的搀扶下回到破屋，感叹自己太没用了，不知道以后怎么做人，真是愧对通臂门2代祖师。看着师傅如此自惭形秽，3个徒弟决定想个办法，一定要打败那个家伙。他们最后商量，暂时忍痛离开师傅。当万师傅一觉醒来，发现3个徒弟都不见了，顿感世道凄凉。这3个家伙被他从小收养，如今自己一次被人打败就要离他而去。原来3个徒弟不辞而别是要去寻找名师学艺，等学好了功夫再回来找那个狂妄的家伙算账。他们相约半年后会合，那时候是师傅的生日，正好给他一个惊喜。第一个徒弟阿吉往东边走，在大街上遇到一群混混的围攻，一位瘸腿老乞丐暗中相助，却被阿吉误认为是碍手碍脚。阿吉拿回自己的包袱，逃到一棵大树下，不想又碰到了老乞丐。阿吉火冒三丈，他将刚刚自己被打了一顿全都怪在乞丐身上，还让对方赔他的损失费。乞丐嗤笑，我的钱包就在口袋，就怕你没本事拿走。阿吉更气，但他使出浑身解数，竟连对方衣角都不能沾到，反而被老乞丐打翻在地。阿吉猛然醒悟，这个乞丐就是他要找的隐士高人。他开始嬉皮笑脸，想要拜老乞丐为师，可无论他怎么死缠赖打，老乞丐就是不为所动。阿吉赖在老乞丐家门口不走，做起了他的跟屁虫。这天阿吉又遇到那群混混，他心生一计，声称老乞丐是自己师傅。混混一听再不敢动手，因为他们知道韩鹤可是一个隐士高手。老乞丐心煞，没有拆穿他，又见到他趁机跪地拜师，实在没有办法，终于答应收他为徒。老乞丐最擅长鹤雀，还让阿吉单脚立在一块砖上，练习用手指去抓100斤重的锥形铁锹，直到能轻松抓起为止。第二个徒弟阿福往西边走，师傅没找到，反倒弄得饥肠辘辘。他来到一个渔夫家偷吃鱼干，结果被抓了个正着。但渔夫见他可怜，把鱼干送给他，任其离去，只告诫他不要再犯。可是这鱼的味道实在不错。第二天阿福又来了，他意外发现渔夫居然在练功夫，俨然就是一个武林高手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阿福跳出来就要拜师，恰巧渔夫缺个帮手，便答应了他。不过有个条件，阿福得帮他打鱼，期限是2年。阿福心想，我们3兄弟商量好，半年后会合，管他3七21，先骗这个渔夫再说。渔夫平日里让他打鱼，空闲时间则让他练习棍法基础，利用长棍顶盾将绑有皮筋的横杆挑起，击打悬在半空的酒瓶，穿过高速旋转的圆环。第3个徒弟阿天往南边走，他刚出来就遇到一位豆腐西施，正被3个小混混欺负。阿天出手相助，但他没想到自己挺身化英雄，却只是班门弄斧。豆腐西施居然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，他展示超强腿功，轻松将3个小混混打跑。阿天惊喜不已，他一路跟踪来到豆腐西施家住，竟发现她是一个寡妇，主要靠卖豆腐为生。阿天说明来意，求他收自己为徒。豆腐西施见他刚刚好心要救自己，答应他可以留下，并让他帮自己干些杂活。不过他要求阿天以后干活不能用手，只能用脚去打水摸豆腐。阿天不明白他的用意，还有一点抱怨。再说万天行这边非常狼狈，已经沦落到卖狗皮膏药为生。不巧的是，他又遇到了神秘人。神秘人破例要再次教训万师傅，其他人我只打1次，但是你我见1次打1次。万师傅一脸哭丧，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这样针对自己。神秘人指着他的箱子说，这上面印着通背拳大师的传人，我看见这几个字这来气，所以我要见你1次就打你1次。万师傅回来以后借酒消愁，又感叹3个没良心的徒弟耍了一套通背刀法，发泄心中苦闷，不想借着酒劲，这套刀法倒有点像醉刀，步法虚虚实实，竟虎虎生威，泛有破空之声。
6个月过去，三个徒弟不止练会了基本功，师傅还传授他们真功夫。阿吉练的是鹤拳，阿福练的是棍法，阿天练的则是无敌穿心腿。这天，阿吉买完酒回来，见一个老头正在偷吃师傅的烧鸡，还声称是他师傅的仇人。阿吉想要动手教训，不料自己学了这么久功夫，居然不是老头的对手。这时，师傅出现，嘱咐徒弟只管上，他在后面指点。鹤拳变化无穷，手灵、足稳、眼锐，学的招式还去灵活运用。阿吉悟性极强，他活学活用，还真把老头打得叫口不迭。原来这老头是师傅的好友，是专门请过来考验阿吉的，以此证明阿吉是否可以下山。阿福这边就不好办了，他跟渔夫有2年之约，本想偷偷溜走，却被渔夫抓了个正着。渔夫不愿轻易放弃，除非他能打出去。半年时间，毕竟学的东西有限，阿福根本不是渔夫的对手。他开始求饶：“你就放我走吧，我想替我师傅报仇。他一个人在破庙里实在太可怜了，我想回去看看他。”渔夫也只是想试试他的功夫，没有再次阻拦，只告诫他功力尚浅，好自为之。豆腐西施虽没有直接传授阿天腿功，但每天晚上都要练习一遍连环穿心腿。半年以来，阿天也是学得七七八八。这天，豆腐西施让阿天送鸡蛋给隔壁的瞎眼公公。阿天想要捉弄公公，就偷了2颗鸡蛋，不想被对方发现。他想从这个房间出去，可是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脱身。阿天这才明白，这个老头才是背后高人。原来连环穿心腿是老头的家传绝学，豆腐西施是在用间接的方式传给他。这天正好是万天行的生日，3个徒弟突然出现。师傅本来想抽他们一顿，但是看到他们又难掩激动的心情。3个徒弟带师傅出去喝酒，并说准备了一份神秘的礼物。师傅正在疑惑，却见那神秘人又出现了。原来是3个徒弟给他下了挑战书，他们扬言要当着师傅的面打败这个狂徒。师傅这下是真想抽这3个兔崽子了，这就是给为师的礼物。3个人学了功夫，自是底气十足。阿吉率先出战，他的鹤拳灵活多变，确实给神秘人带来些许麻烦，但是没过多久就被神秘人成功破解。阿天见势不对，加入战斗，不想一眼就被神秘人看出他打的是连环穿心腿，结果几招之后也被神秘人打败。这时阿福加入战斗，3人联手，这才化被动为主动。神秘人大骂年轻人不讲武德，随即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红缨枪，将局面生生扭转。3人被打得节节败退。阿福随手找到一根棍子，把学到的棍法派上用场，虽能勉强支撑，但毕竟学艺不精，落败只是时间问题。此时的万师傅因受到徒弟多次打击，已是喝得酩酊大醉。听到徒弟求救，下意识地站了出来，他一个跟斗翻出，挡住神秘人致命一击，随后使出那套醉刀。神秘人终于变了脸色，只见万师傅进退自如，既有玄妙步伐闪避，又有一往无前的气势，成功破解了神秘人的红缨枪。3个徒弟趁机出手，结果了神秘人性命。4人联手，终于一雪前耻。